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一位传奇人物牛顿。是的，就是那个被苹果砸过脑袋的男人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他的故事比苹果掉下来精彩得多，甚至有点诡异和离奇。牛顿出生的时候，其实差点没能活下来。1643年的圣诞节，他早产，身体瘦小的像能放进一个马克杯里。大家都觉得他活不过几天，但命运偏偏留住了他，仿佛在暗示这个孩子以后要颠覆人类的世界观。小时候的牛顿并不特别聪明，甚至有点孤僻，他不太爱说话，常常自己一个人画画，造机械小玩意儿，比如用木头和齿轮造风车，甚至造了一个会报时的水钟。别人上课打瞌睡，他在想怎么利用风把老鼠吹跑。这种脑洞完全不像一般小孩。读书的时候，他一度并不是成绩最好的学生，直到有一次被同学嘲笑，他突然下定决心要超越所有人，结果几个月之内，他成绩一路飙升，把全班甩在身后。这股谁敢看不起我，我就要证明给你看得很近，陪伴了他一生。当然，最经典的传说就是苹果，很多人以为是苹果真的砸中了他，其实不是，他只是看到苹果落地，开始思考，为什么苹果一定是往下掉，而不是往上飞？为什么月亮不掉下来？这一连串的为什么，最后变成了万有引力定律。但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牛顿当时因为瘟疫，剑桥大学关闭，他不得不回老家。就是在这段放假在家的时间里，他诞生了最重要的想法。所以说，有时候人生的重大突破，偏偏发生在被迫停下脚步的时候。牛顿的性格非常奇特，他脾气古怪，不太合群，甚至有人说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。但他对知识的执着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，他会在夜里偷偷盯着太阳看，只为研究光线，结果差点把眼睛弄瞎。他研究炼金术，想要找到点石成金的秘密，甚至还写下了大量神秘的手稿，研究圣经里的隐藏密码，试图推算世界末日的时间。一个理性到极致的科学家，却同时沉迷于神秘与未知，这是不是有点魔幻？牛顿在皇家学会的时候，和同时代的学者有过激烈的争斗，他曾经跟胡克争论光学问题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又和莱布尼兹为了谁先发明微积分打得不可开交。可以说，他不仅是科学巨人，也是职场斗争的高手。最后，他甚至当上了英国皇家造币厂的负责人，严厉打击伪币。一个物理学天才，居然还能变身成金融警察。到了晚年，牛顿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，他被封为爵士，成为英国第一位获得国葬待遇的科学家，人们将他视为揭开宇宙规律的人。但奇妙的是，牛顿自己却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我只不过像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，偶尔拾起几颗漂亮的贝壳。而真理的大海仍然全然未被发现，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哲学意味？或许牛顿早就知道，再伟大的科学家也只是揭开了一角帷幕，宇宙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深邃。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颗掉落的苹果，不妨也停下来想想，它提醒你的或许不只是地心引力，还可能是属于你的人生启示。原来最平凡的瞬间藏着改变世界的力量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你觉得牛顿最神奇的地方是他的聪明，还是他那份执着与孤独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